李亚林的话让众人精神都不禁为之一振，林婉儿稚嫩的脸庞上也忽然有些雀跃，难掩兴奋地说道：“李探长说的有道理，不管怎样，先把他找出来，叶晨哥哥早晚会收拾他们。”李亚林微微一笑，随即又看向叶晨，认真道：“叶先生，在 AI 模型启动之前，我们聊过这件事情。我的思路是先想办法定位出破清会5军都督府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他们的驻地位置、组织架构，尤其是这5位所谓的大都督究竟是什么身份。”说着，李亚林又道：“如果按照叶先生之前得到的信息，5军都督府里负责非洲的应该是右军都督府吧？”叶晨点了点头：“没错，是右军都督府。”李亚林道：“那我们定位出他们在尼日利亚的驻地只是第一步。既然这个死士驻地归属右军都督府，那就一定会与右军都督府存在联系。如果我们用 AI 模型结合天际线的数据库，说不定就能找到右军都督府的相关线索。要是能趁机把右军都督府的大本营端了，对破清会来说一定是极大的打击。”叶晨眼前一亮，问他：“李探长有什么具体思路？”李亚林回答道：“破清会为了引诱您上钩，已经把他们在尼日利亚驻地的线索缩小到就那么7、8家油田了。但是想从这7、8家中具体定位出是谁，正常还是要去尼日利亚，再从他们悄悄周转的货物身上抽丝剥茧，查货物，查运输路径，才能查到那批货究竟去了这7、8家油田中的哪一个。不过我们肯定不可能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山行。所以我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 AI 模型，甚至还有了天际线的信息数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 AI 来替我们分析一下，看看它能不能把目标定位出来？”一旁的林婉儿有些疑惑地问：“李探长， AI 在没有足够可用信息的情况下，也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吧？有时候我也会问 AI 一些比较难的问题，他们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如果这个问题很难，他们很多时候会基于他们所了解的片面内容，不负责任的胡乱回答。”对，李亚林道：“这就要考验一下咱们这套 AI 与其他 AI 究竟有多大差别了。我们可以先让他自己分析问题，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把他分析的过程和依据呈现出来。最终是否相信和采纳他的结论，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判断。”说着，李亚林又道：“昨天到现在，我一直在研究这套 AI 模型，它的算力确实很强大，但在逻辑思维方面还稍微有些欠缺，本质上更像一个天才儿童，是需要不断引导和不断训练的。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训练他具备一定的刑侦意识。”叶晨道：“李探长，既然有了大概方向，不妨抓紧实操一番试试看。天际线的接口已经开始抓取数据了，优先抓取的就是尼日利亚的相关数据。你可以直接开始着手训练 AI 了。”李亚林点头道：“好的，叶先生，我试试看。”随后，李亚林给 AI 出了一道题，题目是：如果以下几家企业其中一家有可能在企业内部隐藏了数千人而不为人知，你觉得最有可能是其中的哪一家？为什么？随后又将范围锁定的7家油田的名称告诉了 AI 模型。 AI 很快便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计算，他对这几家油田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然后将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在几秒钟之后便回答道：“我认为藏匿几千人可能性最大的是拉斐尔石油，原因是我对比了7家石油公司的在尼日利亚劳工大会的相关资料，这家企业的注册员工数量是7家石油公司里面最少的，但产能位居7家石油公司第2，它的人均产出比已经远超尼日利亚石油开采行业正常标准，这就证明它拥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劳工在为它工作。”李亚林开口道：“你还要考虑非注册员工的可能。你统计的维度是雇员信息数据，而雇员信息数据是来自劳工大会，这也就意味着油田里只有加入工会的正式员工才会被劳工大会记录在案。如果他们大量使用未经注册的非正式员工，你的判断有可能就会产生偏差。” AI 几秒钟后便回复道：“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调阅了尼日利亚所有非正式员工的相关信息，看到了大量非正式员工因工伤残或致死的报道和记录。看来这种情况在尼日利亚非常普遍。李亚林对众人说道 ：“AI 的执行力确实很强，单纯的获取和收集相关数据，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渠道，可能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对 AI 来说，不过就是几秒钟的事情。”说完，李亚林又问他：“你换个思路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进行查证？”几秒钟后 ，AI 回答道：“我刚才通过尼日利亚供电部门的网站前台漏洞，获取到了他的数据库信息，得到了这7家企业的月度耗电量，然后通过对尼日利亚石油部门以及税务部门的数据库漏洞，得到了7家企业的月度产量。基于这2项数据，我统计了7家油田的单位耗电量，也就是他们各自生产1吨石油所需要的电量。这其中 KS 石油公司的单位耗电量最高，超出其他6家均值的 15%， 也就是说 KS 额外使用了 15% 的电力。我有理由怀疑，这部分电力被用作那几千人的生活所需，所以现在他的嫌疑最大。李亚林挑了挑眉，笑道：“这倒是挺聪明，而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取到这么多非公开的数据，也确实很了不得。”叶晨问他：“这么说来，这个 KS 石油确实有很大嫌疑？”李亚林摇了摇头，还不能确定。 AI 对人性了解不足，会忽略掉很多客观因素。说罢，他又对 AI 说道：“你还没有考虑到有油田瞒报产量的可能。虽然他们在供电部门留下的用电量数据大概率无法作假，可一旦某一家石油公司对外瞒报产量，也会间接提升你说的单位耗电量。换句话说，如果 KS 油田不是额外使用了 15% 的电力，而是悄悄瞒报了 15% 的产能，那你的判断就又出错了。” AI 立刻回答道：“你说的有道理，我查询了尼日利亚关于瞒报产量的信息，该国石油走私问题一向严重，瞒报产量在该国石油行业可以算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如果 KS 石油存在瞒报产量的行为，那这个数据的可信度就会大大降低。如果这7家企业都不同程度瞒报产量，那单位耗电量的数据就失去意义。”李亚林又道：“你要多考虑人性，尤其是犯罪分子的心理。有些时候，犯罪分子在从事一项后果很严重的违法行为时，为了尽可能避免暴露自己，会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做到遵纪守法。这会不会给你一些启发？”